游览完重庆寺后，我们计划当天再去参观法兴寺和布村玉皇庙。两个地方离重庆寺都不远，对古建筑感兴趣的朋友，制定游览计划的时候，建议一起安排进去。法兴寺位于山西长子县慈林镇崔庄翠云山上，离重庆寺只需10分钟车程。法兴寺原址位于长子县城东南的慈林山中，寺院创建于北魏。相传古代一位高僧云游至慈林山上，看到此处风光秀美，便在山上修建了慈林禅院。唐肃宗年间曾改名为广德寺，北宋治平年间史称法兴寺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寺院地基因地下煤矿采空，严重下陷，殿堂构架严重变形，有倒塌被毁的危险，于是决定将法兴寺整体搬迁到慈林山对面的翠云山上。法兴寺搬迁复建工程于1984年破土动工，到1996年10月竣工。法兴寺是第3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法兴寺的平面布局定型于唐代，寺址依山而建，坐北朝南，2进院落，中轴线上建山门、圆觉殿和后殿，两侧建关公殿、碑房等附属建筑。其中唐舍利塔、石灯、宋代彩塑被誉为法兴寺3绝。踏进法兴寺山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舍利塔。据史料记载，唐咸亨4年，唐高祖第13子郑惠王李元懿做潞州使时，曾到法兴寺观光。他看到这里风景壮丽，便大施钱财，亲自主持建造了这座石塔，将自己珍藏的37颗舍利子和大藏经赠送给寺院，被保存在这座石塔之内。舍利塔的外形颇为奇特，似塔非塔，似殿非殿，通体砂石打造，塔平面呈回字正方形，故也被称回字塔。回字又暗喻佛教中的6道轮回的思想。每边长 8.8 米，2层，高 10.7 米，重檐楼阁式，最上面是攒尖宝珠顶。塔内顶部藻井内浮雕8瓣莲花，十分精致。塔中心之上有木质楼门，并安装悬梯，以供攀登和封闭楼门之用。相传楼上原为安放舍利子的地方，后存佛教经书，故又有藏经楼、识经楼之称。塔心下层原素有佛像，如今已不复存在。这座舍利塔可谓集塔、殿、楼、宝于一身，属于唐塔中的孤立，是法兴寺第1绝。但根据搬迁以前的图片以及更早的资料描述，现在的舍利塔和最早的舍利塔其实差别蛮大的，里面原有的壁画等也都已消失。在舍利塔的后面是一座用玻璃罩着的燃灯塔，俗名长明灯，是佛教的6种供具之一。相传燃灯佛点燃佛灯，无论东西南北风，佛灯永不熄灭，长明灯的名字则由此而来。此塔为单层石塔，通高 2.6 米。塔通体青石构建，平面八角形，塔基下设有盘底，每一面均雕有瑞兽。基座分为2层，下层基座束腰须弥式，阁柱上有唐代题记唐大历8年，清信士董希玄于此寺敬造长明灯台一所，上层基座雕养复莲瓣束腰。塔身为仿木结构，雕4门4窗空心式，上至斗拱呈塔檐。柱间由柱额与平板方相连，门为长方形透空式，束腰处雕8个霁月人，塔刹为山花蕉叶宝珠式。国内现存唐代石灯塔仅3座，而法兴寺这座石灯造型最精巧，雕刻最工细，保存最完整，被誉为古代石雕的珍品，是法兴寺第2绝。圆觉殿是寺内主殿，建于北宋元丰3年，面阔3间，进深6船，单檐悬山顶，殿高约8米，复杂厚重的大屋顶由纵横排列的石柱、木柱支撑，斗拱肥硕，飞檐腾空，是国内现存体量最大的北宋时期歇山顶木结构建筑。但这里必须指出，和刚才说的舍利塔一样，这座殿宇在搬迁后也是基本重建的。殿中石砌佛台上中尊为释迦牟尼佛像，
高约3米，端坐方形莲台上，两侧各站立一名弟子，两旁有文殊、普贤两位菩萨和两尊护法金刚。南海观音则与释迦佛像背向而坐。殿内两边靠墙塑着12圆觉像，重塑于宋政和元年。圆觉是佛教中觉性圆满的意思，12圆觉是根据佛教圆觉经的记载塑造的，分别是文殊、普贤、普眼、弥勒等12尊菩萨。圆觉像或裸露上身，或披衣裸臂，面庞圆润，高髻秀眉，神态庄重俊逸，服饰色彩柔和，衣纹起伏流畅，富有韵律感。12圆觉像神态庄重，气质奔放而不失清雅，体态丰满而不失秀丽。虽为宋塑，却继承和吸收了唐塑的风韵，是难得的彩塑艺术品，称为法兴寺第3绝。我个人认为，在现场观赏12圆觉像，才是必须去一次法兴寺的真正原因。参观完法兴寺，我们前往同为慈林镇的步村玉皇庙，大概15分钟车程。可惜的是，到了以后联系文管员，玉皇庙当时正在内部整修，暂时不对外开放，只能以后有时间进去参观后再和大家详细介绍。借用网络上的一些资料，简单让大家了解一下这里。步村玉皇庙是规模较大、格局保存较完整的宋代乡村道教庙宇，现在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前后两进院落，沿中轴线方向依次排列门楼、献殿、中殿、后殿。中殿建于北宋晚期，后殿为金代建筑，其余各建筑为明清建筑。除中殿为歇山顶外，其余均为硬山屋顶。中殿和后殿均建于须弥座台基之上，后殿台基上雕饰花卉、动物等造型，与晋东南地区常见金代台基相似。步村玉皇庙中殿形制独特，面阔3间，进深4传架，单檐歇山顶。殿内柱与前檐檐柱同高，栏额上不用蒲柏方，栏额不出头。根据中殿建筑特点，很多专家认为应是比宋代更早的5代时期建筑。中殿上并存不同时期的彩画，部分斗拱构件和梁架上保存着卷草纹彩画，与当地宋金时期仿木构砖石墓中的彩画相似。